5.1 的主线是我第一次觉得原神的剧情被原神的游戏引擎、游戏设备的性能和游戏分级限制了表现力。这样一场袭击了纳塔全境的战争，我很希望它能表现得更残酷一些，好让我们对战争的理解更深刻一些。它不是一时间的义气和热血，而是一路上的尸横遍野。不是战胜了敌人我就很牛逼，而是如果我能再快一些，少休息一些，他们就能多一份生的希望。那这次的主线我觉得写的真的特别好。明面上写的是通过寻找欧洛伦得知了队长的计划，然后和火神一起阻止队长，两巨头达成了合作，6英雄齐聚，最后取胜。但是在细节上用欧洛伦和希特拉利、奎可和恰斯卡两组关系描写了家人之间相处的现实问题，在他们身上我相信玩家多少有一些既视感，尤其是欧洛伦和希特拉利是很典型的中式家庭亲子关系。不过编剧把辈分升了升级，从父母变成了奶奶，说教味没有那么重，而希特拉利少女的面容和奶奶辈的反差感在第一章也真的贡献了超级多的笑料。香卡，当着我的面嚼舌根啊，我有点想吐，忍住啊！那说实话，虽然他的建模我觉得有点拉垮，但是这个人设我真的是爱了。可以说整个第一章的节奏完全是希特拉利在带着走。进入到第二章以后，一改日常搞笑的风格，信息密度变得非常高。夜神在沉睡，夜神被收集起的能量激活，夜神开始爆料，夜神开始腹泻式的爆料，队长开始爆料，火神继续爆料啊！原学考据又前进了一大步。然后深渊开始入侵，一开始我觉得热气球速度慢，真拉垮，小打小闹过家家，只能在小片的区域体现冲突，不够残酷。但随着深渊掉落的污秽越来越多，难以清理，伤亡的人数越来越多，走在道路上被 NPC 的尸体阻挡，代入感还是逐渐上升的。而当热气球再次升空的时候，俯瞰一片漆黑的纳塔，只有我这一团孤独的圣火。突然我更深刻地理解到火在人类文明中的重要意义，因为它能照亮漆黑，驱散恐惧，带来希望。虽然面对的都只是一些数据，但我仍然希望我能快一点，再快一点。不过在这里呢，我提个小建议，如果说这一次支援的战斗任务规则可以设计成玩家的角色在战斗中死亡就无法复活，然后随着战斗次数的增加，体力条会削减，技能 CD 会增加，玩家的输出状态会变差，单波次元魔的数量再增加一些，也许就更能突出这次行动的困难，更能让玩家理解到战争的严酷。但是吧，原神这一路上削了公子，削了雷神，削了飞行考试，所以我觉得这个设计方案可能很多玩家也是接受不了的。然后这次老米还很贴心的给要刀的角色整了个建模，我当时还寻死了，奎可居然还有独立建模，真的挺花心思的。直到他毕业我才想起来，我靠，恰斯卡是个风元素，可以说是十分贴合设定的。而且这一次的任务，玩家选择去哪几个地点进行支援，也会影响后续 NPC 的存活情况以及文本数量可以说是很细节了。而随着6英雄齐聚，马维卡获得了死亡的力量，纳塔全体人获得还魂师效果，终于也是战胜了深渊。而马维卡的那一拳击穿了虚假之天，在一瞬间的缥缈宇宙中，我仿佛看见了原神2的故事，又仿佛听见了星穹列车的汽笛。最后呢，马维卡说和深渊还有一场决战，动用了死亡力量的他在规则之下一定会死。那么我想 5.1 是6英雄和马维卡用力量保护了纳塔的普通人， 5.3 是否就是全体纳塔人一起去拯救了马维卡呢？下一次的剧情居然要等到 5.3， 真的是挺吊人胃口的。不知道各位对于 5.1 的剧情有什么自己的看法呢？它是否令你满意呢？我是提瓦特地理，我们下期再见。